在 Pi Network 这个横跨全球数千万用户的庞大生态中，你手上的 Pi 数量到底在社区里算什么级别？在 Pi 的社区里，小虾米还是真正的加密海兽？更重要的是，这个等级，你在社区里的是什么身份标签？最近，一张 Pi 社区的持币等级榜，把每一个先锋在这个数字货币大航海中的位置，一下子用一张加密海洋图谱画得明明白白，从鲸鱼到螃蟹，从章鱼到海豚，谁是风浪之上的领航者，谁又是在珊瑚礁边打转的新人鱼？今天我们就来全面解读这张榜单背后的意义，不只是段子，而是一整套社区策略和生态运营思维的体现。这张榜单到底是怎么回事？ Pi 海洋持币等级图谱解构。 Pi 持币等级榜说白了就是用一种生动有趣的方式，把不同数量的持币用户进行分层分类。根据你钱包里 Pi 的数量，你会被归入以下这8大海洋生物等级。 Humpback 座头鲸持有5000 Pi 以上，堪称巨无霸中的巨无霸，属于早期入场加坚定信仰者双重认证的顶级先锋。 Whale 鲸鱼1000到5000 Pi， 这批人大多是早期就上车且中期持续参与的骨干分子。 Shark 鲨鱼持币量在500至1000 Pi 之间，活跃用户可能参与过节点或部分生态互动。 Dolphin 海豚100至500 Pi， 是目前 Pi 生态中最广泛的一批腰部力量。 Fish 鱼50到100 Pi 之间，可能是过去1年新进场或偶尔参与挖矿的用户。 Octopus 章鱼10到50 Pi 之间，可能代表刚刚完成 KYC 或者挖矿频率不高的新手先锋。 Crab 螃蟹1到10 Pi 之间，绝对是生态中的萌新小白，但也代表着社区的未来活力。 Shrimp 虾米不到1枚 Pi， 可能是刚注册还没开始参与的潜水先锋。这种分类方式其实是借鉴了比特币等主流加密资产的 Whale Watcher 系统，让抽象的数字变得具象，甚至充满社交讨论度。观点延展，你别看这是个娱乐项榜单，实则是社区治理、用户分层与生态运营的综合试验。一个好的标签系统会大幅提升用户粘性和认同感。这不是简单的分类，这是一套带动生态运转的游戏化机制。从表面上看，这种等级标签是玩梗搞笑，增强社区粘性，但往深里挖，其实是 Pi Network 社区在生态激励系统上的一次软性引导。为什么这么说？归属感爆棚，让用户自觉贴标签。你可能不在意自己是 Dolphin 还是 Octopus， 但当朋友发个我是鲸鱼你呢的截图，你是不是也会忍不住打开钱包看看自己是哪一类？这就是社区心理学中的身份归属效应。标签化是一种强有力的社群构建方式，会刺激用户主动参与、主动传播。再比如 Pi 社群已经有人发起等级晒图活动，掀起我是谁、我在哪的身份热潮。你不发，甚至会觉得落伍了。加分点，从心理学角度看，等级制其实是在满足马斯洛需求层级中的社交归属和自我价值2大核心欲望，间接引导持币量增长，激活等级跃迁动机。当你发现自己离鲨鱼就差区几十个 Pi， 是不是很可能为了升级而更频繁挖矿，更积极参与生态？这其实就是游戏化运营的典型设计，通过设定目标等级，引导用户持续互动与资产累积。这类机制在 Web2 领域被反复验证有效，诸如抖音的等级标识、知乎的颜值系统，其本质逻辑就是只要你做点什么就能变得不一样。 Pi 的持币结构暴露了什么？是危机还是机会？不得不说，这张榜单其实也在无意中暴露了 Pi 目前的真实持币结构和用户分布状况。距今不多，中部力量强，新用户基数庞大。从社区曝光数据来看，真正达到座头鲸或鲸鱼级别的先锋比例并不高，说明 Pi 币高度分散，没有被少数人控制，这是一种对去中心化友好的结构。大部分用户集中在海豚、
鱼和章鱼等级，说明生态正处在用户沉淀、活跃互动的中间期。而螃蟹和虾米用户的大量存在，正说明新用户还在不断流入，网络在稳步扩张，去中心化的信任基础由此打下。你或许没注意，这种分散的结构实际上是整个派生态能够持续抗打击的根基。比如未来主网真正开放，派币价格剧烈波动时，如果是巨鲸集中控盘，一旦砸盘，整个生态就会剧烈震荡，但如果分布广泛，抗冲击能力就强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去中心化网络最怕的不是技术 bug， 而是权力过于集中。别小看这个等级系统，它可能是未来生态分配的通行证。这点我们必须重点说，这不是纯粹的图鉴游戏，而有极大概率与未来的治理权、空投资格、质押权益挂钩。你可以想象几个场景：节点竞选门槛，只有鲨鱼以上等级才能申请成为派生态节点；空投资格，新生态项目只向鲸鱼加海豚群体发放优先空投；DAO 治理权重，未来社区提案投票等级越高，投票权越重；Staking 权益差异化，高等级享有更高质押年化、低解锁门槛。这些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整个 Web3 生态目前通行的利益挂钩模型。派不会例外，甚至可能玩得更细致、更本土化。我们在派海洋中的真实位置，其实远比你想象的重要。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想留给每位先锋深思的问题：你在哪一层？又准备走到哪一层？你现在的等级是过去行为的总和，但未来能走到哪，取决于你接下来是否真的相信派，还愿不愿意参与贡献。不是每个人都要当鲸鱼，但作为虾米、螃蟹的你，其实也是生态里最重要的那股更新换代的血液。如果没有你们，生态就是一个不断老化的封闭系统。我们建议你自问3件事：我的派是自己挖出来的吗？还是靠空投或朋友转账？我有参与 KYC、节点申请、主网测试网等生态行为吗？我对派是信仰、持币待涨，还是完全无感？只有真正参与，派才对你有意义，也只有你动起来，派网络才有未来。从持币等级榜这件看似娱乐的小事里，我们其实能窥见派团队在社区运营上的前瞻思维，轻松中带着深度，游戏里藏着战略。每一位用户，不管是鲸鱼还是虾米，都在为这片数字海洋注入生命力。派的未来不只属于早期进场的大户，也属于现在还在努力的小虾米。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参与、挖矿、互动、质押，把自己的等级一点点升上去，从边缘走向核心。所以，兄弟姐妹们，别再默默观望了。你现在的身份是 Dolphin 还是 Octopus？ 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海洋角色，让更多先锋看到你，让派看到你。我们一起继续乘风破浪，在这片 Web3 的大海中游向未来。